5岁那时候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我父母亲生的。你可以用英文讲没关系。没关系，我今天用国语说你，对不对？对 ，Bruno。哎，我认识的国字也没有那么多了哦。对，我那时候5岁的时候离家出走。English OK。我不要，我不会。那时候第一次离家出走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不是我父母亲亲生。为什么会这样子？还说只有你是原住民？没有，那真的没有。爸妈都在混血的，会让我离家出走。虽然说这件事情讲起来很 drama， 不过真的有人做过这件事情，那就是离家出走。有些离家出走，我们不要想得太严重。是，有些人真的是会为了一点无聊的小事就想要离家出走，算是一种赌气吗？对。你有离家出走过吗？在你年轻小时候的时候？最近常常离家。你现在还有什么？比如离开你的家庭吗？对。气到，就比如说小孩就是太可恶啊，对这类的。所以你长大之后还有离家出走的经验？我小时候反而不敢离家出走啊，因为小时候就很怕妈妈，回家就挨棍子了。对，我好像也没有离家出走过，只会很气，觉得我今天要回家，开门了，因为没地方去我要去哪里？我不可能躲在同学家，他们妈妈也会打电话去。对啊。可是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他们真的都有气到离家出走过。欢迎。哇，好多哦，7位。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吴炯恩。吴炯恩，要不要改成吴良义啊？吴炯恩，你干嘛上字帮人家改名字啊？会不会太浓？吴炯，其实我的字有8个字，吴炯恩加一法力德。所以你表演的风格是什么？就是狂野 Beyonce 那种路线。Beyonce。然后凹要背要很凹那种，是不是？然后每一秒都在备战状态，这样。备战。OK， 你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想要看吴良义的表演的话，在哪里？他叫吴炯恩啊。来宣传一下。起来的时候要有太普通了，我觉得要变式的。等一下，你起来的时候要拿的时候就要有戏。OK， 因为其实我的腰有闪到，只能用一些那个脚的动作，可是又穿太长裤了这样。我的演唱会呢，在 Lexi 10月5号。太阳之子演唱会，如果你喜欢原住民的文化，你喜欢嗨歌，我跟你讲，没有椅子让你坐，拜托来喝、来跳、来嗨。所以已经开始售票了是吗？对，今天是原住民日，所以我今天穿了一个你知道黑色系跟原住民项链，然后我要送2位主持人专辑。哎呀，能来就好。谢谢，终于。谢。我放到时尚的尖端了。谢谢。哎，腰真的闪到。要不要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大概有什么样子的类型？很多 R&B、Hip Hop、Jersey Club， 然后 Reggaeton， 还有 Afrobeat， 就是。请问都是用原住民的语言唱吗？全部？是全部。厉害。来一首你觉得会吓到大家的，不要太长。OK。我的主打歌叫 Island Boy， 就是在讲我们是这片土地的海。OK。부산이 전나400원 시야살이 야림 이台湾我们很少听到来宾觉得他唱太短了。对，你要再一首，快点。那就我唱副歌好了。当然啦，谁要唱整首啊？Hey Island Boy, Island Boy, drop into the circle, singing una una yo, una una yo. Island girl, drop into the circle, singing una una yo, una una yo. 很紧张，哪有紧张？因为我看到声音很松哎，看到全亚洲第1名的女人在这儿。全亚洲第1名的女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是壮壮吗？是你 S 姐，很多人崇拜我，你应该从小就喜欢我吧？我不会说从小啦，就是我有知觉以来。知觉？我跟你讲，只是说捏你的时候，
你会痛的时候。开始宝宝生出来要开始叫的时候开始哭，我就开始喜欢你了，这样。没有啦，我的3餐呢都是配着以前你的节目跟现在的节目。哪一个节目？还有什么节目？哦，康熙来了，大小爱吃。会讲大小爱吃，代表你真的是我的粉丝。铁粉， You know， 铁粉，有。好了，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很有魅力，真的。谢，厉害。除了那个吴炯恩之外，是离奇的是，壮壮你是也要出唱片吗？哦，出单曲已经出了。已经上 YouTube 了。对，上周出的是《星空下的约定》。你唱歌好听哦。算有，我没有听过唱歌啊。算有通过。甜美通过什么？通过制作人的耳朵，觉得允许可以唱。有没有调音调很多？还好。你敢清唱吗？可以啊。来喽，星空下的约定嘛，对不对？ Oh baby， 星空下的约定，我要对你说，命运中的交错，让流星划过 ，baby， 给我你的那双手，对我请大声地说，哦，撒拉嘿哟。甜甜的。甜美少女风嘛，不然还是怎样？少女style啦。最主要是因为其实最近暑假还有情人节要到了，然后很适合毕业季的同学们，还有刚热恋、刚初恋的，很适合告白的一首歌曲。可是 MV 里面 Key 的声音不会太大声吗我也有觉得他 Key 的声音蛮大声的？Key 的声音从头叫到尾，叫到尾，什么东西？对啊，因为 Key 的那个 Key 哥基本上拍 MV 啦，然后什么都是他的声音。是他来搞笑客串，友情演出。OK， 恭喜你哦，谢谢。好，所以我们要聊离家出走，但你不要跟我讲那种很悲伤的好不好？是很莫名其妙的。啊，算莫名其妙。为什么不能悲伤的？悲伤的太沉重，太沉重。比如说爸妈离婚，然后就是没有人要我，就是这种只要不会有人是这种故事啦。我就是啊。什么你？那你就先不要讲话。因为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若琪，你应该是莫名其妙的。对，我数一数二的，因为我们家是很温暖的家庭，但是我妈妈对我的要求可能就是希望我放学后可以写功课，但是我放学后我一定要看电视。你要看什么？我那时候要看娱乐100%，就是大小 S 主持的。那时候大人很讨厌小孩看娱乐100%，对，因为他们都觉得我们在教坏小孩。然后我就说我的那个什么，我的梦想就是你，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跟你学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幽默风趣、做自己的孩子，我也想要做自己。但是我妈就说不行，你就是要写功课。好，我就听她的话。可是暑假到了，暑假总可以不用写功课了吧？我妈那天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她说你又没事可以做，你去写暑假作业。我说暑假等最后一天再写就好，我现在主要先看电视。我妈就把电视关了然后我想说没关系，她关我打开。就下面我开不了了，我妈去把电视线剪掉。好愤哦！有需要到剪吗？先把电视线剪掉然后拔掉就好了。没有，她去楼上剪，因为我们以前我们那个旧石器时代，就是接上面我们家3楼要接电视线。旧石器时代就是他是要接那种电视线。接第4台的那个线。不是说插头拔掉就可以，不是那种，他是去上面，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接天线的，你要看别台是要买那个网路第4台的，他把第4台的线剪掉。cable 线。我气到我没办法看啊！好，那我就想说，那我要离家出走，因为我离家出走一定要带零食，然后我就骑脚踏车去我朋友家看了3天看了3天3夜。你说你住在他们家？对，我直接住在我朋友家开始看，然后看完以后奇怪，我眼睛已经很痛了我零食也吃完了嘛，我就得回家嘛。好，那我零食吃完了，3天回到家，我们家沙发就这样一躺，旁边就有零食，我就开始吃。这时候我爸又过来，他说：“你都没事做吗？”我想说，我离家这么他完全没发现，我超气的。我就说我要宣示主权，我说我要看电视，看电视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我妈就说：“你干嘛宣誓？你怎么了吗？”我说：“我离家，你们都没有人发现吗？”对啊，都没有人发现。我妈说：“啊，你离家去哪？”我说：“去朋友家。”去朋友家3天怎么可能没发现？我们家的那个习惯是因为我们家是那种透天厝，然后家里大家庭会煮饭，然后煮饭就放在桌上，大家要去吃就去吃，就是我们是一个很自由的家庭。所以只要我离开我妈妈的视线，我没有在看电视，她就觉得我可能去做别的事情，或是在房间。她可能觉得我已经长大，就是觉得我把她话听进去了，没想到是我离家出走，她完全没发现，我超气的。
那很失落很哎，失落，我就觉得我做了一个这么重大决定，我离家出走，没有人发现。哎，我也是，然后，我也是，而且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是，就是没有，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是我在家里离家出走哦。对，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就会规定我，就是我很喜欢养宠物嘛，我就养了很多，就比如说兔子啊、鸟啊，那些有笼子的，因为我们家院子很大嘛。然后我就希望家里要养狗，我妈妈说不行，狗很麻烦。我妈妈是一个很有洁癖的人，她说她不想要家里有一些狗毛啊什么的。我说你不要担心，如果养狗，我一定会照顾好狗狗。然后我才国小4年级嘛，我妈妈说好，你要养狗的话，那你就是这次考试考好，我就让你养。那次考得蛮好的，然后我爷爷就真的牵了一只狗回来，我就很开心哈。那只狗就牵了一只狗回来，我爷爷他就说妈妈答应让你养，他就是牵了一只狗。说到做到了，说到做到了。然后那只狗叫吉利，我觉得我们整个家都变得很吉利，很开心。可是我爸妈不开心，因为他说每次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我妈妈会骑摩托车去上班嘛，啊，我放学就除了看电视，还要跟狗玩。对，那我妈说你要把狗照顾好，就是要帮它清大小便，然后喂它吃饲料。对。可是因为我只负责跟狗玩，因为我那么小，为什么可能会帮它清什么大便大小便？你那时候几岁？我才国小4年级。10年级应该要会的。可以啊4年级都可以煮饭。3、4就是死小孩。一直吵着要养狗、养猫，然后就会清大便，麻烦。哎，我是真的倒霉，就是妈妈。对啊，弄得我们好像饲养员。拜托你离家出走 forever。可是我在跟你讲话，你听到了吗？谁讲？可是因为我真的 My daughter， 就是我真的是有负责照顾它，可是因为我妈妈是真的很吹毛求疵的那种，就是不能掉狗毛，不能干嘛，就是大小便要清。可是有一天我在跟她玩的时候，妈妈下班回来，我想说完蛋，那边有一个大便。我赶快拿那个东西把它陪到我们家那个沙发下面，就是不要让他发现，就是尽量就是他不要看到就没事，踢进去吗？就好，就赶快弄东西弄进去，不要给他看到。然后一回来我就我妈说又在跟狗玩，我说对，你看就家里很干净嘛。可是久而久之那些臭味闻出来，对，飘出来。我妈妈就有一天觉得我们家里到底为什么那么臭，她就把那个沙发这样一翻开，下面超多就是有些狗的那些干掉的那个这样。所以你每一次狗屎你都是往里面塞，就她一回来的时候我就先往里面塞，但是我会忘记要去亲它。你是很讨人厌，是吗？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嘛，我就想说我很怕，就是这种小时候就不要养狗，为什么要养狗？那我妈就跟我说好，你如果不亲的话，我就把它送走。可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很紧张。有一天半夜，我听到我妈妈就是要下楼梯冲下去那个声音，我想说她是不是要去把那个送狗？我就马上把我门打开。我妈说你起来干嘛？我说因为我担心把狗送走。我妈说哎呦你很有决心哦。她是接连1、2个礼拜，我就是很担心她把它送走嘛。我晚上睡不好，我就直接去睡我们家院子，因为我们那个狗窝超大，我就这样跟着我狗这样互相这样看着彼此这样。所以你跟狗住在一起，对，住了2个礼拜，对，2个礼拜。然后我妈就说好，你很有决心。那时候你怎么不跟狗一起流浪就去？这件事情摆平了。不行啊，那我流浪出去的话，我没钱呐，我才国小4年级。那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要养狗就没事？可是因为我是有负责任的人，就是所以结局嘞，那只狗到底有没有留下来？有，它留到我国中的时候。然后我妈妈说好，国中以课业为重。我这次跟你说真的，我不会把狗送走，你不用再把狗带去学校了。我真的不会把你狗送走。我说好。然后我有一天回来，就是我发现我们家狗不见了，我想说我妈又骗我了。我整个大哭哦，然后我就想说狗嘞，然后我就看到我表弟坐在沙发上哦，我说狗嘞，他说哦他刚刚牵出去遛狗，然后有一个不知道是谁说你们的狗很可爱，我可以帮你遛，然后他就想说人家有人帮他遛狗，他就回来看电视了，然后我说是谁？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我们先等一等，看他会不会送回来。我等了1个小时，等到7点，那只狗没有回来，我整个急了，我就开始带我表弟骑脚踏车，他坐我后面开始叫吉利，因为我想说狗就听到你的名字，它会激动，会有声音嘛。可是我忘记我把它训练得很好，它很安静啊，就是叫它的时候，它不会汪这样。对。可是这件事情呢，我急到好几年哦，就是我会贴那个张贴说寻求吉利。所以你有因为吉利不见而离家出走吗？我没有离家出走，我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吉利离家出走了啦。所以你刚刚讲这么长的故事，其实离家出走只有一次而已。对，就是说我在我们的家自己。吉利的故事是另外一则。对，就是我在跟今天的主题无关。有啦，还有就是因为我现在跟我老公结婚了嘛，然后我老公结婚，最后再给我扯到离家出走，不然我真的要生气。就是吉利就是吉利，你可以就是聊别的主题啊。宠物主题的时候聊。哦，因为我吉利还聊那么久，因为我就在我们家院子离家出走啊。
就是我现在发现我长大，我只要换心情，就跟大家讲说离家出走不一定真的要离开家。像我现在跟我老公吵架，对，他说你走，我说我不要走，我这么爱你，我不走。有一天我太气了，我说我走，然后我老公就这样帮我壁咚，说上哪走？我想说对啊，我家有楼上，我就去楼上，然后我就走到楼上，然后发现走一走，心情好了，然后再走到厨房吃个东西，心情就好了。我就觉得其实离家出走不一定要真的离开家里，你就在家里自己走也可以。好了，你对不对？可以离家出走。有什么武器吗？有没有什么武器？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家出走，让我讲比较好。好，那我要直接讲我离家出走。你的故事会比较精彩吧？我跟你讲，你是真的走了吧？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我是一个资优生，然后呢，我离家出走非常多次，因为我就是被爸妈要求很高，被逼疯。就是小学的时候离家出走就算了，然后高中的时候就离家出走，然后最可怕一次是，我就穿着制服，然后就补习班完，然后就是在街上很常游荡，什么西门町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到12点多，然后在中山区制服，然后背一个包包。然后就走，然后爸妈都没有打电话来，然后我想说手机没电，要打电话给爸妈，叫他们来接我。可是我想说不要，因为我是离家出走，我一定要到凌晨2点多。如果他们真的再没接我的话，我就你知道，可能就是在家里公园或什么，然后还要准备很悲伤的歌，就我的那个 CD， 那个高中 CD 就是还要搞气氛哦。对，你不是真的可以哭，让你可以边走边哭，对不对？你要很孤单，你还不会想回家，你觉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好，然后就还有在中山区发现，然后就走，然后有个阿伯就是在那个人行道，然后他就骑机车，然后靠近我，然后他突然就那时候半夜凌晨已经到2点多了。然后就后来我很单纯嘛，我以为阿伯跟我问路，就阿伯就说：“哎，你那个多少钱？”他说：“你那个多少钱？”我那时候才16。他说：“你那个多少钱？”哪个？要做那个随身听吗？随身听。然后我跟你讲，我就很单纯，然后我就想说，我背包包，穿中山制服，要背 Anya 背的包包，然后我以为他问我包包多少钱，我说这个吗？8000，然后阿伯说。加贵啊，这么贵，然后他就骑走了。然后长大才发现很便宜，好不好啊？拜托，高中生哎，他还说我8000很贵。你确定他 maybe 真的是在问包包的价钱啊？对吗？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他如果说，他问的时候表情是怎么样？我们鉴定一下。很邪的，说哎那个多少钱这样子啊？还好啊。这是问包包，这就是问包包。哪是啊？哎，如果我现在人家背包包，我背很便宜包包500，他就把我掳走了，好不好啊？有没有通常那种西门町阿伯，他们应该是这样，他们是会有暗号的，会这样，然后那个问过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都知道啊，我们那个年代。以前我们翘课去西门町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然后你买8000哦。对啊。凌晨2点呢。那个北北是一个时尚潮男，我觉得他是。他应该就是喜欢。那个北北就是安妮亚是北。对。好吧，对不起，你想多了。反正我觉得人家了啦。高中生如果流浪到外面，其实很多人会关心你，因为我以前也是高中的时候离家出走，我就坐在那个邻居家的花圃前面哭，然后就经过的也是一个成年男性，就是过来就看到我就是在哭，然后他就说：“妹妹你怎么了？”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怎么了，你知道吗？就是小女生可能被怎么样，然后我就还瞪他一眼说：“我在跟我爸吵架，离家出走。”还跟他讲，还这样谈心哦。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真的很担心，你知道？然后那个叔叔就走了，然后又过到1点之后，想说这也不来找我，1点应该要找了吧？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有点想要回家，因为真的外面好热又好无聊这样。然后我又走到家里院子，然后偷看一下里面，看到我爸还在看电视，然后我就是气冲冲的就假装要耍脾气，这样走回家。然后我说他都不来哄我，然后我就看到我爸就只淡淡的讲了4个字，说你回来了。好气哦。然后可是我那时候突然有一种天哪，其实他是在等我。对啊，他在等你。他在等我，然后我就你都被植晶片了，他也不会。对，他难道不担心你？如果在外面可能被人家拐走或什么之类的吗？他很担心，但是我觉得他很了解我，因为我是一个超爱回家的人，所以我能去哪呢？我要么就在 Seven， 要么就在公园，然后我又受不了热。他大概太了解他女儿，他相信他女儿是理智的啦。对，但是问题是可能会有危险找上门呢。我觉得他可能不妥协，对，都会
装作镇定那种。对啊，而且我就觉得说，哦，你平常就是什么都让我，为什么我离家出走你就不让？后来我现在自己当妈妈，我就想有一些原则你真的不能让，因为你无理取闹，你还去找他，就是这小孩是无法无天的。因为像养狗，然后不听大小便那种，这很可恶。对啊，可恶。沙发下面。怎么办？疼痛是种结果。这就是团的那种很直接的力量。我想飞到最高点。整个超震撼，拳拳到肉。人气总投票开跑，赶快下载欢歌 App， 投票支持你最爱的乐团，一起听团吧！人家说你住嘴，然后嘞，睡狗窝这个是干什么？我们都我5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离家。你5岁就离家出走？5岁我就开始离家出走了啦。真正的什么叫离家出走？真正的离家出走来一下。我5岁那时候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我父母亲生的。你可以用英文讲没关系。没关系，我今天用国语说你，对不对？对 ，Bruno， 我认识的国字也没有那么多了哦。对。我那时候5岁的时候离家出走。英文已经 OK。我不要，我不会。你不演了，我就是不会。Bruno 啊 ，Come on， 你是不能 Mars 吧？不能 Mars。那个时候第一次离家出走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不是我父母亲亲生。为什么会这样子？怎么会？因为我们家里哦大大小小的夯不啷家庭。还说只有你是原住民？没有，那真的没有。爸妈都在会写的。阿公那个时候有远洋呢。黑人哦，好像我比较黑呢。没有这样啊，因为我是家里原住民吗？对。啊对，都是，而且还同一个族哦，可怕了吧？我忘了什么族，台湾也是台湾。会唱歌。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家里面，还说你是阿美，这个故事好像有一点，阿妈有一点，阿妈有一点，他那边有切到花蕾的。对，那个时候战争，他们就对，我要离家出走了，可不可以让我离家出走？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跟我哥差11岁，最大的哥哥，然后我们家里有6个，那我是倒数第2个。然后每次在分食的时候呢，弟弟比较瘦，最小那个他都会拿到整块肉，那上面就开始瓜分了。但我这边剩骨仔肉，你知道吗？骨拉吧，就是骨剩下的，还有旁边那个边边的那种，上面可以蹭那种跟狗一样的，然后在那吃完之后，然后他们都在插嘴，都是油。我不是，我一咬到会咬牙龈会流血这种的，好可怜。那时候常常都这样。因为你倒数第2个就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没有，你没有。他说你可以出生，你就要偷笑这种的，你知道吗？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忍，然后我说不行。我可能真的不是这个家亲生的，所以我必须得要离家出走，我要去找我的亲生父母亲。哇塞，那个时候净身出户啊，哪有什么环边那个没有，然后出户我想说什么都没带吗？什么都没有带，5岁可以带什么？顶多对不对？你可以带你的鸡包，奶粉也没几包，哥还会偷吃这种。然后我就离家出走，然后想说先躲一天，然后就是要证明我说这个我这个角色重不重要？对，结果我就爸妈会不会来找？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台东的其实我们住家，然后旁边大概1-2公里处有一个鸡寮，我就躲鸡寮。鸡寮，我睡鸡寮，我就赌这一天，12个小时过后有没有？你们都是在等过子时候父母亲会不会来找？我的天亮了，父母亲都还没来找。我躲了1天1夜，然后没有人来找我。一大早我起来的原因，对，被蚊子叮啊，然后身上都鸡粪啊，然后早上那个公鸡也看到我，怎么会有个人？对，他就开始抓我，公鸡看到你也会他就开始抓我，哇，我被抓到这样，我说不行啊，既然他们不回来找我，那我去找他们好了。结果我就回家了，结果我回家，我爸就刚好早上出门就看到我，在干什么？出去跟人打架。因为你脸上有被公对，抓了。我说我离家出走，你们都没能发现，谁叫你离家出走的？没有人关心我离家出走。骂你这样。反骂我，打我，吊起来打，混蛋，王八蛋啊那种。然后他们都一直觉得你是跟别人打架。对。然后我说我离家出走，你没有离家出走，你就是跟人家打架。哇，那时候就很气，然后就萌生这个离家出走的这个非常坚定的这个心。对。然后一直到国中，那时候我们还策动，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国中生会出来，就是
觉得我哥都不太公平，会一起讨论，然后讨论啊怎么样？要不今晚就离家出走，有没有？那个时候再度筹备，对，就好来。我们光这个离家出走，我们筹备1个月了。要住哪呢？这是重点吧？住哪就是我们策动了1个月，然后我们2、3个人，然后就会去那种工地去捡人家那种不要的那个木板，有没有？我们盖树屋哦，这么厉害！汤姆与哈克就来了，厉害！然后那时候的卡通，我们就弄了一个树屋，然后我们3个人这样，差不多 OK 哦。然后每天都在测试这重量 O 不 OK 的。可以的，这么厉害，就是今天晚上离家出走，好 OK，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嘛，已经盖好了，先盖好，就盖好，怎么盖啊？就一点点一点点盖啊，然后你们有什么工具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屋？没有，就是钉子什么那一类的吧，好厉害哦，弄起来，然后我们就想，今晚是最好的，然后就开始你带棉被啊，然后你带蜡烛，然后你带什么？哦，好 OK， 然后就撤灯，然后就过去，哇，我们3个人，哇，开心啊那边。哇，终于可以脱离这个家庭管束了。对，反正我们这个也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哇，一开始开心啊，那日子非常开心啊。食物也够是不是？够，然后太开心了，把它吃完了，3天的量都吃完了。怎么办？然后互相看怎么办？哇，现在几点？11点多，要不先取暖啊？就只有1个蜡烛而已。然后就点，然后就开始睡。然后就有人睡不着，就踢到那个蜡烛，烧到那个棉被，以前那个材质很烂，烧砰了，哇，我们全部往书屋里面窜出去，然后就看着我们的家没了，家破人亡，然后就想说怎么办啊？附近有一个庙，躲庙，你们有没有躲过庙？有，哇塞，躲庙精彩啊！然后就一进去就看到贡品，哇！吃贡品有香耶，开心哦！王母娘娘拍谁，然后就开始吃了，然后就有人提议说，要不喝一点，因为那个贡品有那个米酒，就开始喝。哎呦，我没有喝过酒，你好开心哦！你下次我可以喝酒这样，结果喝一喝，其中一个就喝1杯2杯吧，他就那个发酒疯，他就开始哭了。怎么办？这会不会是神明附体还是怎么样？还没有，他就开始忏悔了。我是隔代教养的，我离家出走，对不起我阿嬷。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都是你们。我想念我阿嬷，我到现在连啵都不会背，就开始在那边哭。我想说怎么办？那就先把他送回去好了。哇，应该是3、4点，然后把他送回去，他阿嬷已经在门口等他。是站在门口吗？对啊，在门口等他了。然后他就一边哭，阿妈，然后阿妈，快送快，你让猪鼻啊，你用的酒会啊，你酒喝太多，对，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就跑，对，还有2个同学在后面，哇，当天我们就是隔天就被抓走。然后被抓走之后就被打，为什么你要出走啊？你们干嘛？这个家庭没有什么给你温暖啊？又把你吊起来打吗？就打，就抽小腿啊！哇！以前会拿那个树枝抽小腿。所以你爸这次相信你是离家出走了？对啊，离家出走啊。你有跟他讲说，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没有，因为我有跟他抗议说，为什么每次弟弟生日他都有礼物，然后我都没有？因为就是长久以来的这种累积下来，然后他就说，所以哥哥也有礼物，对，都有也有礼物，然后我就没有，这么奇怪。对。然后结果我爸就说没办法，因为你弟弟的生日刚好是6号，因为5号领钱，6号他就过生日。讲月实际的，对，我是差不多月底。他说你过生日我还要预支你就不用过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会有萌生这种，对啊，然后到了。对，你们现在兄弟感情好不好？我感情还蛮好的，然后只是我每次都劝我弟说，要不要跟我一起离家出走？他说不要。因为他很受宠啊。对呀，因为他过得还有肉吃啊。现在我觉得我们家是最好的都有找我对啊，为什么大家父母都没有去找我？但是你怎么会离家出走？我觉得国中我觉得那个就是青春期，对，叛逆，莫名其妙的叛逆，而且动不动，因为我又3代同堂，我跟我阿公阿妈住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我阿公往生了，然后那一阵子情绪很不稳定，然后我常会对长辈不礼貌。我其实国中是功课很好，可是我又在学校会带同学翘课的那种。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隔天还是要上课，可是我现在一定得离开这个家。然后我就换了运动服，然后背了书包，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大棉被，就直接看我爸破杯，就是因为我爸坐在门口，我就直接包住他，然后把他撞开，然后你把它当布袋戏在盖，因为我爸学，第一个我打
打不过他。对。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厚棉被是会防，因为你只要被厚棉被盖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你也没有想过后果会怎样？完全没有想过，我就是冲。好蠢哦。对，然后我就把它盖住，然后把它撞开，然后我就冲出去。争取逃跑时间，对，就逃了，我真的逃成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睡在那个福和桥那边有一个司令台，就是福和桥运动场，然后它那边有一个司令台，其实那个地方就是有遮风避雨的地方，然后我就睡在那个地方，然后哇，那个也是超多蚊子哦，蚊子爆炸多，其实我睡得蛮痛苦，而且我还就偷买了一瓶啤酒，虽然国中，可是还是偷喝了一瓶啤酒，觉得我长大了，然后对摔啤酒。结果你睡了几天？没有，我才去1天。那一天晚上睡，然后就很难受，可是还是睡着，因为喝了一点酒，完全不胜酒力。但是我醒来的那一刻，大概5、6点吧。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什么味道？我旁边点了蚊香，哦，我现在好苦。我旁边点了蚊香，然后旁边还放了一袋早餐，然后那个早餐是我爸每次都会去买的那个烧饼油条。那他怎么知道你在那儿？我靠，我很奇妙，因为像我哥那个时候在仁爱圆环的双盛那边打工，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还没满18，然后我都会去找我哥，然后我就跟他朋友在外面那边喝那个什么玫瑰红套苹果西打。对，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喝。对。我就奇怪，那远远走过去那是谁？我爸居然从永和，他莫名其妙跑去仁爱圆环那个地方，然后经过。就是我人在哪里，我爸都知道我在哪里。然后我说你要干嘛？然后他说没有，我去成品买书。那九恩，我也是很叛逆的一个小朋友，因为从前就是我的性格就是跟我家族的人不一样。我们家的人不是医生、老师、护士、军人，都是军公教。但是我以前就很喜欢艺术，喜欢跳舞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如果说我放弃了我这些喜欢的东西的话，那这就不是我自己。然后就去考高雄的这个艺术学校。那时候可能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懂我，然后就结交一些朋友，你知道？是那种坏的朋友，就是在酒吧出没的朋友。那时候才高中哦，然后玩到一个程度呢，就是你知道白天会起不来，对，然后。对，就翘课，久而久之，我高3就被勒令退学。就高中没有坚持下去。我高中之后被退学呢，我就又回家一阵子。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她应该是看不下去，就把我拉起来，这样就你振作，你就读完撑过高中就好了。结果我高中呢，最后1年就是转回去屏东的学校，我还是变本加厉，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不懂，他们还是。要我坚持读什么？你知道去补习啊，然后最后是做办公室的工作。I can't， 就是你知道叛逆期，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读表演，就是表演艺术系，那时候的训练是一定要关在那个剧场里面一整天，从早上8点一直关到凌晨12点，就是要一直训练这样。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改了那个习惯，就是不能再。这么这样，对，沉迷就是很低迷这样子。所以是大学之后开始创作吗？对，我是大3的时候，大2、大3，我就在那个宪哥的节目担任编曲制作。哇，那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你有跟你家人分享吗？说你开始走音乐这条路，他们就觉得这是演艺圈的生活，就没有想要理我。我每次跟他们讲说，我遇到宪哥，他们就说，哦，吴宗宪哦，OK， 就是这种态度，因为他们也不追什么电视啊，对。然后大3、大4又接到国片，就是我的那个路就是越来越多，因为我很想要证明我自己，艺术这个，然后就接到国片阿利福这个演出，而且我接电话就跟那个导演讲说，我是排湾族，然后很符合那个角色，然后我转述给我妈的时候。他说那是诈骗集团吧，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剧场的很多诈骗集团这种工作，我说这不是，这是真正的要演这样。结果他就问我那个角色是什么，我就说那个就是一个跨性别的角色。我妈就第一次，我觉得我的心里有被接触到，她竟然问我说，那你是双性恋还是你是同性恋？她终于问了，太开心了。隔了这么久。问了，对啊，而且我那时候是超浓妆，我还记得我是画紫色的眼影我说对啊，不然呢？然后他就说OK， 因为他是社工嘛，接触很多小朋友，所以你是同性吧？呀，对啊，我就酷儿族群，然后从那时候才开始跟家人真的有慢慢联络，然后后来
真正的回家就是疫情之后，我离家出走大概11年。哇，离家了11年。对，离家在外面。所以你现在应该是完全家人以你为荣吧？也还好，没有重点，很好笑。前天我在签那个专辑要给小 S 姐的时候，我就在写，她就可能这样瞄到谁？你妈妈？对，我妈就说你要给谁？小 S， 她就说小 S 哪一个小 S？ 我说就是 S 姐啊，她就OK。态度有转换了，他有笑了，他有笑容，所以他听到宪哥没反应，对，听到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这个呀，哎，可以到了，妈妈关起门来 ，yes， 终于可以给小 S 了。所以你现在敢在你爸妈面前就是这样子了吗？对啊，我表演其实都是非常的非二元论，所以你爸不会再啰嗦了。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联络了，但是住同一个屋檐下。你跟你爸还是这么疏远哦？我爸那边的家人其实从以前就很鄙视我，可能是因为性别气质。以前有一个家人哦，他看到我，可能我有一些肢体的状态是比较像女生的，他会吐我口水，吐回去，丢脸这样，吐他。做丢脸这样子，结果我红了之后呢，就是我开始走演艺圈，然后认识很多人嘛，就是可能在我的 FB 炫耀这样，他们就回去可能售货季或者丰年祭，他们就抢着我拍照啊什么，就说你叫姑姑，我是姑姑，我是姑姑，然后我就说姑姑好，对，是之前吐你口水的那个人吗？对啊，双面的，现实啊，所以我就可能跟他说姑姑好，然后就翻个白眼过去。可以，你在努力证明自己中。对。但是离家出走真的是一件好事了，你可以走一遭，然后才发现家其实是最美好的。你这个人生故事讲的还真够完整的。因为刚接到疫情的时候，我想说不会还有疫情之后吧？不会还有吧？没有了，就在家里了。讲完了。对。壮壮，你怎么可能离家出走？我听完大家就觉得，其实我的长相就是蛮乖巧的，然后我从小也是军事家庭，所以家里管很严。那军事家庭就是会按照时间表做事情，早上一定要几点起床，几点要坐到餐桌上吃早餐，然后不管你今天有什么事情，我们晚上6点所有的家人都要一起吃晚餐。就是我们家有这种按表操课的习惯。1/3。对，如果没有达成的话，你就是违反家规，然后就会被惩罚，看是什么样打手心还是什么等等的。卑职心。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一直被压抑，在这里，在这个家我好不自由哦，我不喜欢这个家，因为我做什么事情要去哪里都被控制。然后有一次，我就决定说，那我这一次不要回家了，因为我每次革命很多次都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决定用我的行动表示，我这一次绝对不回家。所以那一次呢，我就跟着朋友一起待着，然后就是玩到了大家都一起散场，然后我就去跟朋友住朋友家这样。男的还是女的？女的。那时候还很胆小啦，就是女生社团，然后一起练街舞啊，什么比赛的一些同学、好朋友这样子，然后就去住他们家，然后就看到别人家的家庭就是你们爸爸妈妈怎么都那么好，不会管你几点出门哦？16、17岁。高中你讲话还这样子。我刚刚就想说，在我做可爱试试。高中生回到人家家，家里怎么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你演错了吧？你有没有背一个包包？有人问你说8000吗？没有，人家是背。你爸妈有没有俩公？你走。大俩公啊，就是打电话到那个同学家，回家就是被揍啊，然后又被揍，然后就是禁足，反而是下课之后都直接回家。哪里都不能去。天哪！所以你现在就已经完全放逐了，对不对？现在就会很快乐、很自由，长大了，然后就是在外面，然后毕业又开始在台北工作，然后反而回家的机会变少，然后反而因为这样会开始想家人，然后自己在外面工作，觉得说，哇，原来自己出去生活。没有，你肚子饿，没有人会煮饭给你吃。当然，你要自己想办法。
因为以前在家里好像晚餐时间到了，它就会长出来，它就会长出来。我们听了一段什么东西？哎，你是不是已经没东西讲，就不用硬讲 ？OK， 好温馨哦。就是我现在很感恩可以回家，这样很喜欢回家。早一点嘛，早一点。因为你家人是不是都住在美国？对啊，因为我家人移民了，然后我就想到回想起来，应该没办法，没有机会吵架。没有什么好吵了啦。其实现在当然不会吵啊，然后当时其实离家出走的时候，后来回去跟我爸道歉，因为我真的觉得太不懂事了。然后现在就反而很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那有些家人可能10几年才见一次，比如说有些阿姨啊、长辈啊。然后上一次聚餐的时候，有一次在美国，然后一个阿姨就跟我说：“哎，你看起来怎么比10几年前年轻？”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因为10几年前的时候，我可能20出头而已。然后他就那时候我在播新闻嘛，就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现在比较年轻？他就说：“啊，你不信我找给你看，就拿手机这样找到。”他说：“你看。”然后我说。哦，因为那个时候主播妆就是要看起来专业、成熟，要有公信力。因为那时候可能刚入行23岁，以前的妆是那种2层假睫毛，然后眼线呢是给它直接画满之后要涂黑。然后我一看想说，哇，那个23岁被画像53岁，怎么回事？然后现在呢，年过35之后又生了2个小孩嘛，然后我就真的发现人生的一个大道理，就是化妆的极致呢其实是裸妆。对，然后呢，复杂的极致是简单。对，所以其实与其化妆，现在也不流行那样，所以就还不如好好保养。所以这几年呢，就会开始吃一些胶原蛋白。那吃久了之后就发现，哎，好像真的有差就是你的状态会比较好，然后比较容光焕发。不化妆也 OK。不化妆的时候脸是会发亮，状态都很棒，状态很好。所以今天呢，就要把我最喜欢的胶原蛋白带来分享给大家。香就这个雪润胶原蛋白，然后你们可以看看手上，它是不是非常的有分量？哎呦喂，感觉那分量很大包，你知道吗？因为它一包呢有6000毫克，而且里面呢有2000道尔顿小分子胶原蛋白生态，所以它是一个足量可以吃好吃满的胶原蛋白。1天的量是不是？对，1天只要1包。哦，可是它分量那么足那怎么吃？直接倒在嘴巴吃，还是说你都怎么吃啊？好，其实呢，我们平常吃胶原蛋白呢，大家都会觉得可以直接吃，但我个人更喜欢泡在那个饮料里面，因为这个胶原蛋白你们可以把它打开看看，它非常特别，它的粉质很细很细，而且它是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人工调味料，所以跟我们看。没有味道，它是没有任何的味道，无味对不对？无味道。今天我带了咖啡给大家喝，谢谢。然后你们看把它加到咖啡里面，黑咖啡，它加进来的感觉哦。有吗？你看，好久哦，倒超久，哎，那倒超久的，源源不绝，源源不绝。这一段是魔术吗？轻轻的，这如果是用吞的话，真的会吞不完，真的要倒下。这个东西它很特别，就是平常呢，你把它加任何饮料里面，可以天天换不同的饮料喝。哇，你看它就是融在咖啡里面，对不对？完全喝不腻。果汁都也可以吗？对，果汁也可以，大家可以喝喝看看。因为它不会影响那个果汁或者是咖啡原本的味道。对，它完全不会影响这个味道。哎，很棒哎，就是咖啡的味道，就是黑咖啡，就是黑咖啡的味道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奇怪的味道。一般胶原蛋白呢，不是都是鱼的胶原嘛？对。那这个呢，雪润胶原蛋白，它是取自德国的牛胶原。牛胶原，牛胶原它更适合被人体吸收，而且我觉得它最棒就是它可以耐热性，它的热稳定性是更高的。比如说有时候女生那个来啊，就想喝一点热的那个巧克力啊、热可可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冷热一起泡。然后它还有加那个西班牙专利的复合型玻尿酸，那个玻尿酸它的效能是一般玻尿酸的1.8倍，所以它是真正的高效能的玻尿酸。然后呢，里面呢它还有这个超小分子的蚕丝蛋白生态精华跟双生态的胶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个秘密武器。什么？它是来自北海道的日本米萃取。
哦，哎，我知道那个日本女摄影师是叫赛洛美，好像在就是日本最近超级红，超级红。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你知道吗？像我们平常啊，就是有时候会去做一些美容课程，那你就会说啊，这赛洛美很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做美容课程都会提醒我们说要防晒跟保湿。对啊，但是你知道，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更重要的还是补充胶原蛋白。哎，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可以想象在养盆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可爱的小盆栽。那在养盆栽的时候，其实美容课程啊，它只是一个土壤的活化剂。是。但真正呢，会让盆栽长大的是每天的浇水跟施肥。所以这个血润胶原蛋白呢，它其实就是在做为我们的这个肌肤施肥的一个动作，所以你才可以维持青春跟美丽。那其实它更特别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孕妇朋友推荐给我。哦，是孕妇可以喝，孕妇可以吃，而且呢，不像有些胶原蛋白，你吃完可能会冒痘痘啊，这个不会。这一家呢，它因为它是医疗通路起家的品牌，所以它在成分上面使用是非常的单纯，然后是很讲究的，而且都是一些真正临床实验功效已经证明有效的顶级的原料，所以它就像它没有香精，没有甜味，也没有添加任何风味，而且呢，它也没有添加9大雌性激素。哇，这个你知道就是很天然，然后它还有要经过第三方实验室认证合格，同时得了很多的世界大奖。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每天都要吃胶原蛋白，你好好的保养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会感觉到自己不会输给年轻的自己。没错，越来越年轻了啦，比较多点。好棒的分享，很赞呐！好不好？今天听完都有一种那种互助会的感觉，大家都讲出自己的不是，但最后都是 happy ending， 有家真好。对啊，都还是爱爸妈，爱家，对，大家都是爸妈的亲生小孩。对，想太多了。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